如果让我选一位最骚的游戏人物，那毫无疑问我一定会选但丁。无论是那骚到不行的舞步，还是每一次拿到新武器都会给玩家秀一下的花式操作，哪怕是这个著名的但丁识别图，都还是能看出来从他骨子里透出来的那股骚气。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部作品，更是将但丁一家的伦理故事推向了高潮，美作必有的家族传统，物理意义上的拿手好戏，兄弟情深、父慈子孝这些中心思想，也都由始至终贯穿了整个游戏。那么接下来狂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传统动作游戏当之无愧的继承者《鬼泣5》。在前奏中，尼禄成功摧毁了试图征服世界的教团，还将但丁留给自己保管的研磨刀吸收进了恶魔之手中。之后，尼禄和基利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毕竟是个新家庭，为了赚钱养家，尼禄只好与自称武器大师的尼可合作，将一辆房车改造成了恶魔事务所，用于承接消灭恶魔的委托。然而，在一个宁静的下午，一位身穿风衣的神秘人找到了尼禄，心大的他也没多想，还邀请神秘人一起吃顿便饭。可这时，尼禄的恶魔之手有了反应，他立刻意识到来者不善，本想提醒妻子和尼可，但神秘人却趁机上演了一出拿手好戏。当尼禄感觉到疼痛的时候，他的右手已经被神秘人扯了下来。好家伙，伊森看了直呼内行，而神秘人也没想留下来吃个饭再走，他将恶魔之手中的研磨刀取出后，顺手划破虚空，随即扬长而去。尼禄也因为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几天过后，一位名叫莫里森的情报商来到了但丁的恶魔事务所，由于事务所长期没有客户，导致但丁连水电费都交不起。幸好莫里森接了一份大单给他，委托人是一个名叫威的男人。他告诉但丁，一只强大的恶魔即将苏醒。看着眼前这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但丁只觉得什么恶魔他没见过，于是便让威直接报出对方的名号。没错，那个强大的恶魔就是但丁那个渴望力量的哥哥维吉尔，他也是夺走尼禄恶魔之手的人。在知晓了这件事后，但丁带着翠西和雷蒂来到了红木市。此时的城市已经被一棵从魔界生长出来的邪恶之树覆盖，这棵邪恶之树以吸食人类血液为主，并结出果实，只要吃下这颗果实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维吉尔来此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颗果实。就在众人来到魔树的内部后，威显得非常犹豫，不太想继续深入。由于但丁本身就不太信任威，索性就任由他离开了。而威的目的是为了回去叫上尼禄这个保险，以增加战胜维吉尔的机会。随后翠西和雷蒂先一步离开，但丁则不慌不忙的一边清理恶魔，一边深入魔术的内部。可当他赶到以后，雷蒂和翠西这两个凶悍的女人已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此时的维吉尔已经化身成了恶魔之王尤里增，并且终于获得了他一直渴望的强大力量。但丁也没有废话，立即向着维吉尔杀了过去。可这一次兄弟二人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但丁就连研磨刀的防御都无法破坏，就这样被维吉尔玩弄于股掌之中。另一边，在威的劝说下，失去右手的尼禄也赶到了这里，正巧看见了倒地不起的但丁。见到但丁都无法战胜眼前的敌人，尼禄自然也不敢松懈，但失去了恶魔之手的他终究不是维吉尔的对手。随后赶来的威看见这一幕，都在考虑要不要装死混过去了。为了给他们争取逃跑的时间，但丁瞬间开启魔人形态，立马冲上前拖延时间。尼禄见状本想上前帮忙，可以他现在的实力只不过是累赘而已。闻听此言，尼禄气得咬牙切齿，将这件事记在了他的小本本上。在威和尼禄逃走后，但丁也无法支撑下去了。维吉尔裹挟着强大力量的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叛逆之刃上。刹那间，叛逆之刃被击碎，但丁识别图在他脸上浮现，著名逼王但丁惨败。翠西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将斯巴达之剑扔给了但丁。可就算是这样，但丁也还是被维吉尔随手击飞到了远处，甚至从这一刻开始下落不明。翠西和雷蒂也被出手捕获。随着他们的失败，魔术开始在城市里肆意屠戮市民。如今他们已经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唯一的办法便是威留下来，尽可能拯救市民，而尼禄则需要寻求变强的方法。很快，时间来到了1个月之后，尼禄和尼可再次回到了红木市。此时的城市早已被恶魔所占据，二人只能在大量恶魔的阻拦下，向着魔术不断前进。尼禄在一名士兵见鬼一样的目光下，展现出了这1个月的成果，正是尼可为他打造的机械手。虽然这些机械手是一次性的，可只要钱付够了，尼可就能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级货。俗话说得好，上天入地寒鸦号，无所不能尼可车。只要尼禄一个电话，就能享受无微不至的送货上门服务。随后，尼禄在前去和威会合的路上，遇到了一只非常有梦想的恶魔。在恶魔说出了自己的梦想以后，尼禄将恶魔打败。威也在这个时候姗姗来迟，还顺手抢了个人头。为了减少魔术给维吉尔提供的能量，他们决定分头行动，尽可能的清理魔术的树根。在尼可那里购买了充足的机械手以后，尼禄来到了一处剧院，并遭遇了一只名为阿尔特弥斯的强大恶魔。有了随便挥霍的机械手，还有绯红女皇刀刀烈火的加持下，尼禄破坏了恶魔的躯体，发现失踪许久的雷蒂竟然在恶魔的体内。原来雷蒂和翠西战败以后，早已被维吉尔改造成了恶魔。幸好尼禄发现的及时，将一丝不挂的雷蒂从恶魔体内救了出来。虽然这一幕被尼可看见了，好在尼可并没有打算将这件事告诉基利叶。另一边，威也在竭尽全力的清除树根。他不像尼禄和但丁能够直接杀死敌人，而是依靠一头黑豹和一只名叫格里芬的话痨鸟进行战斗。他只需要在敌人重伤以后上前补刀即可。除此以外，威还能释放出一只巨型恶魔。在释放出恶魔以后，威的黑发也会随之变白。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遭遇了一只庞然大物。这只恶魔摧毁了前方的道路，让威坠入地下。这也让他偶然间听到了2只恶魔的谈话，其中一只叫马法斯的恶魔正在命令恶魔骑士寻找并摧毁斯巴达之剑。在马法斯走后，威立马与恶魔骑士展开了战斗。面对群殴战术，饶是强大的恶魔骑士也束手无策。最后失去了战马的骑士也只能赶紧逃离了这
这里。通过之前2只恶魔的谈话，威也意识到了，或许魔剑斯巴达就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而在尼禄这边，面对眼前的庞然大物，他丝毫不惧地迎了上去。在尼禄一连串的攻击下，怪物倒在了他的面前。雷帝也在此时苏醒了过来，可就连他也不知道翠西的下落。尼禄和威只能开始深入魔术的内部。奇怪的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遭遇了一对黑骑士。威见到这一幕，显得十分懊恼，似乎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着某种黑历史。在将这些黑骑士全部击溃之后，威在一处断崖边发现了自己小时候的家。为了找到斯巴达之剑，威选择在这里暂时与尼禄分道扬镳，这也让尼禄更加看不透充满神秘的威。随后，尼可再次驱车赶到，并将尼禄送到了魔术之中，而威也在随后来到了斯巴达之剑的面前。在黑豹的指引下，他终于发现了已经昏迷1个月的但丁。出于无奈，威只能举起了斯巴达之剑，想要给但丁强行开机。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但丁突然睁开了双眼。在休息了足够长的时间后，但丁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他意识到自己现在不是维吉尔的对手，于是他准备回到小时候曾住过的老宅，寻找变强的方法。在前进的路上，但丁遇到了那个没有马的骑士。骑士怀着势必要摧毁斯巴达之剑的决心，与但丁展开了战斗。可在伊压剑法面前，他终究还是无法打败但丁。骑士掉落的能量碎片，还让但丁获得了一辆暴力摩托。这名骑士的体内正是失去了意识的翠西。于是但丁骑上了他的快乐车，救出了一丝不挂的翠西。随后姗姗来迟的威负责留下照顾翠西，但丁则继续向着老宅疾驰而去。而威也在翠西的询问下袒露了自己的过去。原来维吉尔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可追求力量的决心以及无法打败孪生兄弟的不甘，驱使着他回到了曾经的老宅。如今的维吉尔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便是将从尼禄手里拿回的研魔刀全部刺进自己的身体中，从而将体内作为人的一部分割离出来。而维吉尔的人性面就是威，剩下的则让他变成了真正的恶魔。与威一起被分离出来的还有维吉尔体内时刻缠绕他的梦魇，最终形成了话痨鸟和黑豹，并且本就是残破躯体分离出来的威，也在时刻面临着即将崩坏的身体。由于他本就是维吉尔的人性面，所以威能够深刻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孽。回到但丁这边，他骑着自己的快乐车，一路砍瓜切菜，顺利的回到了自己的老宅。他来此的目的，正是因为曾经维吉尔用叛逆之刃刺穿过他的身体，导致他体内的恶魔之力被激发了出来。而这一次，他为了能够打败哥哥，毫不犹豫的拿起小半截叛逆之刃，便戳进了自己的身体。如果说研魔刀可以分离人与魔，那么叛逆之刃也就意味着融合。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但丁身上猛然爆发，这便是比魔人更为强大的终极形态——真魔人。获得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但丁直接一飞冲天，向着已经沦为恶魔之王的维吉尔杀去。另一边，进入了魔术内部的尼禄，向着深处不断前进。在穿过了层层的机关陷阱以后，尼禄终于带着他的机械手再次来到了维吉尔的面前。这一次，他可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尼禄拼了命的攻击下，他终于突破了研魔刀的防御，在维吉尔的手上留下了一道不痛不痒的伤口。见眼前这个弱小的人类还能伤到自己，维吉尔动了杀心。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真魔人形态的但丁及时赶到，傲然地悬浮在了维吉尔的面前。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狼狈了。在如此强大的力量下，但丁能够轻松地突破维吉尔的防御，伤及他的本体。可就在这个时候，邪恶之术完全现世，恶魔果实也已成熟。维吉尔无心再恋战，转身便进入了血雾之中。如今但丁他们则需要立即赶往魔术的顶端，因为当年蒙德斯正是借助了恶魔果实的力量，才让他成为了魔界之王。一旦让维吉尔吃下果实，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但丁即将动身的时候，尼可来到了但丁的面前，言语之中充满了对他的仰慕之情。他的祖母曾为但丁制作了白象牙黑檀木，而尼可的父亲也正是阿格纳斯。虽然但丁杀死了他的父亲，但他一点也不介意，区区杀父之仇而已，不妨碍尼可仰慕自己的偶像。尼可甚至将基于他父亲的研究所打造出的武器帽子当做见面礼送给了但丁。但丁也不介意，既然有了新武器，那一场骚气的表演自然也如期而至。玩归玩，闹归闹，正事还是要做的。有了这顶强大的帽子，但丁在战斗的时候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唯一的缺点就是一场架打完，没个180万下不来。幸好但丁在来之前就办理了足够的贷款，可威的身体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3只噩梦也脱离了威，他只能进入面前的3扇大门，竭尽全力的夺回自己的力量。好在他最终还是通过了考验，暂时稳定住了自己即将崩溃的身体。就在威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再次遇见了试图摧毁斯巴达之剑的马法斯，可以他目前的实力是无法战胜马法斯的。幸好尼禄及时赶到，并与马法斯开始了战斗。威这个老六也没闲着，专门在远处给尼禄扔补给。最终马法斯因为体力不支，被尼禄一枪带走。来到但丁这边，他在中途遭遇了地狱3头犬之王，这让但丁想起了以前遇到的那只修狗。巧合的是，在将3头犬击败以后，但丁再次获得了许久前曾用过的3节棍，这一次甚至能够将3节棍变成烧火棍。在一身神装的加持下，但丁先一步来到了魔术顶端。此时维吉尔已经来到了恶魔果实的面前，这里的景象显现出了但丁和维吉尔一家过去的居所。但丁不由得想起了当初他们一家被恶魔袭击的那一幕。而在
维吉尔的内心只觉得那时母亲救出了但丁，却抛弃了自己。但维吉尔不知道的是，当时母亲也想要救他，并且一直都在找他，甚至直到自己被杀为止。可如今完全抛弃了人性的维吉尔，早已对这件事毫无印象。他的眼里只有这颗又大又甜的恶魔果实。他不再理会但丁，直接吞下了果实。不知道是不是过期了，吃了还不如不吃。维吉尔身上由触须形成的铠甲接连脱落，大战一触即发。果实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强大的力量，甚至连二段跳都没有。但丁当即开启真魔人形态，手中的斯巴达之剑闪耀着猩红的光芒，不断挥砍在维吉尔的身上。随着但丁最后一击，维吉尔终究没能战胜自己的弟弟。尼禄和威也在此时赶到。由于在路上，尼禄通过威的口中知道了恶魔之王就是维吉尔，他一脸嫌弃地对但丁说道：“看看你的骨肉亲人做的好事。”随后威也决定用自己的双手结束这场战斗。他强撑着即将崩溃的身体，来到了眼前这个恶魔之王的身上，将手中的权杖狠狠地插进其体内。刹那间，一股强大的能量喷薄而出。那个从未拥有二段跳的男人再一次站在了人间的土地上。相比于在村庄里的福泰，现在的维吉尔消瘦了不少。不过他那渴望power的眼神里，伴随着与威的合体，浮现出了属于他的一丝人性。原来威并不是想消灭自己的黑暗面，而是利用众人将恶魔之王打败后，再次回到自己的体内以重获新生。但丁见到自己的哥哥还有脸回来，当即冲上前与之战斗了起来。在一番短暂的交手后，二人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维吉尔只想等但丁恢复好伤势之后再来与自己战斗，没有再做停留。研磨刀在空中划出2道空间裂缝，维吉尔便转身离去。但丁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当即准备动身与维吉尔进行生死决战。可尼禄却坚持要和但丁一起，他要为自己的恶魔之手报仇。面对尼禄的死缠烂打，但丁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维吉尔就是尼禄的亲生父亲。一瞬间，尼禄的 CPU 瞬间干烧了。原来早在一开始认识尼禄的时候，但丁就已经感觉到了。在看到研磨刀的反应后，他更加确信了这一点。但丁自然不会让尼禄去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这种事情还是交给蛋二爷来做吧。此时，维吉尔站在了魔术的顶端，看着眼前满目疮痍的城市，他开始反思过去发生的一切。如果当初兄弟二人的遭遇对调，他们之间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很难想象。一脸骚气的但丁哭着喊着自己要强大power的画面。另一边，但丁与众人会合，尼可将原本为雷帝打造的新型火箭筒交给了但丁。没有时间停留，但丁再次向着魔术顶端前进。在前进的路上，之前协助威的3只噩梦拦住了他的去路。他们并没有回到维吉尔体内，因为是从维吉尔的恶劣思想中诞生。在维吉尔恢复真身以后，他们虽然独立了出来，但也因此只剩下了杀死但丁的执念。最终在但丁的帮助下，3只噩梦得以解脱，困扰维吉尔的噩梦也结束了。而但丁也顺利的来到了维吉尔的面前，他们也将在这里做出最后的了断。兄弟二人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这里。可这种事情尼禄肯定不会答应，他并不想就这样和翠琪他们离开。如果父亲和二爷任何一个死去，他都会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在前往决战地点的路上，尼禄给基列打了一通电话，在得到了老婆的允许后，他毅然决然地向着前方走去。I couldn't protect Kratos. To this day, I hate myself for not having enough strength. But this time is different. I swear! I'm not letting you die! Legacy. 另一边，兄弟二人打的那是难分胜负，他们也决定是时候结束这场对决了。二人纷纷开启了真魔人形态，红蓝两色的真魔人形态交相呼应，二人瞬间向着对方疾驰而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尼禄赶到了。What form of power is this? 尼禄来此的目的很明确，他要为这场手足之争画上句号。见到这一幕，但丁还有点不服气，本想上前争论，却被尼禄一拳打飞了出去。这一次轮到他来说但丁是个累赘了。说罢，尼禄瞬间开启真魔人形态，狂暴的火焰和魔力不断向着自己亲爹身上招呼。既然父与子相认，那么家族传统自然也不会缺席。最终，尼禄战胜了自己的父亲，维吉尔也认可了尼禄的实力。由于邪恶之术的影响，魔界带来的灾难正在逐渐扩大，他们必须关闭魔界之门，彻底根除邪恶之术。于是放下了执念的维吉尔决定和但丁一起前去了结这一切。尼禄本想跟他们一起，可人间始终需要有人清除残余的恶魔，所以兄弟二人一起阻止了冲动的小贝。维吉尔临走前将那本威一直在看的书交给了尼禄，书中的内容似乎是二段跳从入门到入土。故事的最后，尼禄和尼可开始返回他们之前居住的地方，尼禄也虚心地学习起了书中的内容。而但丁和维吉尔在经过了漫长的战斗过后，他们成功地根除了世界之树，并封印了魔界大门。尼禄拼了命去阻止的2个老家伙，其实纯粹就只是为了打着玩。我是修仙狂魔，咱们下期再见。